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lk It。今天要教大家做北海道牛奶面包。那材料很单纯，所以在家做吃起来也没有负担。今天做的分量比较大一点，那如果在家人比较少或者是一个人的话，也可以减半，做法是一样的。这面包吃起来就像牛奶汤包，所以呢可以加一点果酱或配奶油都会很好吃哦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做汤种，在锅子里放入牛奶和面粉，用中小火煮面粉做汤种。要顾着锅子不要走掉，边搅边看，汤种会慢慢变浓稠，变成面糊状。那当纹路变得比较明显，没有太多的液体就可以了。把火关掉后，加入牛奶冷却锅子里的汤种。所以不会再持续加热，太热的话，等一下加酵母会死掉。接着把汤种倒入碗盆里，再加入蛋和即溶酵母，先搅拌到融合，再加入面粉、糖，还有盐。用面团钩以慢速搅拌到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均匀。那这次我是用搅拌机，所以做法比较轻松一点。偶尔也要把周围拌不到的面粉往中间刮。持续搅拌5分钟左右，看面粉有没有成型。成型后，在低速搅拌之下，慢慢丢入室温的奶油。当奶油加完，再加速到中高速搅打。中途如果奶油粘在碗盆周围，记得暂停刮下来搅拌均匀。今天我用的是即溶酵母，那即溶酵母本身不需要事先泡水或液体就可以直接加入，那发酵时间也会比新鲜酵母和活性干酵母来得短。奶油加完后，面团搅拌10到15分钟，让面团有筋性。那越搅面团会变得越来越光滑，然后不沾碗盆。可以拿一点面团确认面团慢慢撑开，可不可以呈现薄膜，这样是来测试面团的筋性。如果可以拉出一定的薄膜就完成啦。碗盆移开之后，用刮刀把底下的面团刮起来，用手把开口往下，再放回碗盆里。拿保鲜膜盖着上面，第一次发酵让它静置到面团1倍大。每个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不同，所以静置的时间也不太一样。面团1倍大后，表面会变得光滑，也比较不粘手，会有很多空气。在桌上放一点面粉，用摔和折面团的方式把面团的气体释放出来。接着要分割面团，用刮板把面条切成长条状，然后再切一块一块。面团尽量要用切的，不要用拔的，不然筋性会被破坏。全部切完之后，再磅称量每一个小面团要18公克。用切的方式补面团，多或少1-2公克没关系。称完后要开始揉面团，把面团放在手心里，手稍微拱起来，用绕圆的方式揉面团，这样面团就变小圆球了。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把全部的开口往下折，这样也是没问题的。也可以在桌子上先把面团压平，再把开口往内折，只要确保之后开口一定要朝下。我自己是习惯2只手直接揉，在餐厅工作的时候，2只手同时揉练了一段时间，可是上手之后，什么圆形的面包都可以揉得出来。揉完后，拿出杯子蛋糕的烤盘，喷上油，避免沾黏。再把小面团放到里面，一个洞放入3个面团，记得开口都要朝下。第2次发酵，等面团1倍大就可以烤了。
发酵完，在面团上轻轻刷上一层蛋液，这样烤出来就会是金黄色的。刷完直接放入350度的烤箱烤15分钟。哇，这样我们的面包就出炉了。出炉后稍微把面包提起来一点，这样下面的水蒸气才不会让面包湿湿烂烂的。你们看，这个面包是不是看起来很柔软、很可口啊？那今天做的量是1盘再多一点点。那今天主要是用牛奶还有面粉来做汤种，为的是要让面包吃起来更轻盈、更柔软。那这个面包刚做完吃是最好吃的。可是如果你有吃剩下，或者是没办法当天吃的话，隔天放在蒸锅再加热，也还是一样柔软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一起动手做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按赞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